大家好，还记得上个视频修的这个格力的凯迪斯的板子吗？当时是包16啊，查出来这个模块短路了。这个模块呢，现在是换了新的了，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啊。通讯正常了，但是它不工作啊。我们通上电给大家看一下啊。好，我们现在插上电了啊。这边呢，我们接了压缩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故障现象啊。现在是通讯上的，我们开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频率啊，跳一下它就不启动啊。那么这个是什么问题呢？现在啊，我怀疑就是这个 CPU 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这个机子它有一个通病，就是这个模块坏了，一般会坏 CPU。只是当时我测了一下这个 CPU 呢，没有明显的这种短路，所以说当时就没有怀疑这个 CPU。现在这个模块装上去之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呢还是不能启动，有种模块驱动呢没有输出。但是我们还是要测一下这个三项啊，这个相连流保护这个 1.65 伏正不正常啊？但是它这种呢应该会报故障，但是它这个就是不报故障，我就怀疑就是这个根据经验啊，就觉得是这个 CPU 已经坏了。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3路啊，1.65 伏正常，另一路1.65伏，还有一路1.65伏啊，这3路基本上都正常，但是模块呢不启动啊，也不报任何故障。大家可以看啊，这上面不报任何故障，然后这个频率是0，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干这个 CPU 啊，给它把这个 CPU 换掉。我们先断电，断电之后呢，我们把电放掉啊。好，我们现在直接来换这个 CPU 啊。像换这种贴片的芯片呢，我们一般要抹上焊油。很多网友会问用的什么焊油，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是这种维修脑的559的焊油。想买同款焊油的话，可以到我橱窗去看。焊油抹好之后呢，我们直接就用热风枪去吹，风枪进行加热。热风枪的温度是我这里调的是390度啊。它这个热风焊台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调节啊，每个人的手法也不一样。现在就完美的拆下来了。最后呢，我们记得这个温度啊，用这个烙铁把这个上面的残余的一些这个胶啊和这个焊锡给它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吸气带啊，这也是维修脑的啊，这个吸气带，然后把它拖一下。好，拖完之后呢，我们再用点这个洗板水给它清洗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非常的干净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往上面装这个新的 CPU。这个 CPU 是我刚刚写好程序的啊。这个 CPU 都是全新的 CPU 啊，现在网上有一种翻新的这个 CPU。感觉不可靠啊，有时候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价格呢相差一半。所以说我一般呢是喜欢买这个全新的啊，主要是可靠。有时候你装上去不行的话，我们重新再去弄的话，耽误了时间，其实可能还不划算啊，比这个时间成本啊，比这个钱的成本还要高。我们把焊锡丝准备好，先把这个角对好位，对好位了之后呢，用这个烙铁去固定几个角啊。现在我把这个摄像机啊，我们移到上面来，因为我这要去对位。好，现在固定了一下，固定了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四面啊都给它加上这个锡。这个有角位的啊，一定不要搞错。然后我们这个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板子竖起来啊，然后可以刷点这个焊油会更好焊啊，
更好把它拖开。这个板子竖起来的会好看一点啊，不竖起来也是可以的啊。好，这都放好之后，我们用这个洗碗水啊，给它清洗一下。清洗一下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周围有没有焊连漆的地方啊，有没有焊好。眼神不好的，我们就用放大镜看啊；眼神好的，我们直接就这样看得到啊。因为它这个角毕竟不是很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很干净啊。好，现在焊好了，我们稍微等它冷却一会儿，我们再来上电。好，现在这个温度降下来了啊，我们再来通电试机。我们把这个传感器插上，插电。续航一下就好啊。通讯啊，现在通讯在闪灯。好，通讯上呢，我们启动啊。好了啊，大家听到压缩机声音没有啊？现在这个频率它也不掉了。OK 了啊，这个板子修好了啊。最开始是报1.6啊，上个视频大家看了。最开始查到这个模块短路呢，我以为这个模块换了就好了啊，因为 CPU 测量没有短路。但是模块换上去一试呢，虽然不报1.6了，但是它不启动。现在又换了这个 CPU 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坏了这2个大件啊。好，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